用 AI 辅助写故事，每次修改都是整篇重写，不想改的地方也被改了，该怎么办呢？嘿，我是忍者妈妈，带你使用 AI 工具完成自己的动画作品。这一集课程由我的 AI 语音助理 Tala 来帮大家讲课，让我们一起欢迎 Tala。大家好，我是 Tala， 我的名字一指星光，就像星星指引方向。我希望成为你智慧的光源，为你带来指引与温暖。如果觉得我的语速太快，请自行调整。今天来讲用 AI 写故事，不论是创作儿童绘本、漫画、小说、电影、电视剧，最终的核心不在于画面有多好看多吸睛，而是故事本身。故事才是直达人心的桥梁。大家都知道 AI 可以辅助写故事，但要如何才能写得好呢？以前用 AI 辅助写故事，每次修改都是整篇重写，无法控制细节，但有时候明明只是想要改某一句话或某一段落而已，不想改的地方常常也被改了，浪费了资源，却得不到理想的结果。最近 OpenAI 旗下的大语言模型 ChatGPT 4o 推出了一项新功能 Canvas 画布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可以任意修改、移动重组、灵活编辑，并标注重点。还可以一键改变文章长度，一键改变文章难易度，一键自动给予写作建议，一键自动完成最后的润稿。还有 emoji 的功能，虽然我目前还无法理解在文章中加入 emoji 可以带来什么帮助，知道的同学欢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哦。这是关于写作的部分。它另外还有一个写程式的部分， AI 帮你写完程式之后，可以一键给予优化建议，一键转换成不同程式语言，一键自动除错，一键增加程式码的注解，还有新增日志的功能。这功能的含义我也是还摸不着头绪，大概只有平常有在写 code 的人才会清楚，知道的同学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。Canvas 这个功能目前还在 beta 版，目前只开放付费用户使用，以后会不会开放给免费用户使用？喜欢这个功能的同学可以多多留意一下 OpenAI 的官宣。接下来就带大家实际操作一遍，一起体会其中的奥妙。首先，选择4o with Canvas 这个模型，开启与 ChatGPT 的对话，给 AI 一个角色定位，请它列出10个主题给我们参考。怎么没有开启画布功能呢？它的预设是自动判断是否需要启动，不是每次都会启动。如果没有自动开启画布，你可以透过对话直接要求开启画布功能。开启画布之后，左边是我们跟 AI 的对话，右边就是画布，生成结果会放在这边。这是画布名称，功能列表在右下角这边。如果要关闭画布，点选这个叉叉就可以退出了。接着将其他不要的主题删除，保留2个比较喜欢的主题，请它再写详细一点。怎么不是写在画布上呢？那我先自己贴过来，换个方式再写下一个，这次成功了。跟 AI 沟通的方式不同，得到的结果就会天差地别。继续把这个也修正一下，留下我们要的故事，修改故事标题，吸引观众，然后来排版一下。它可以用 AI 写，也可以自己手动编排。接着，请他为这个故事设计主要角色，把我们的要求写清楚。很好，他帮我们设计了5个角色，但内容还没有很完整，再请他将这些部分补充清楚。比刚刚好很多，但是角色的设计很重要，尤其是将来生图的时候，提示词是否完整，对于结果影响很大。所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，把它补充得更完整。你可以直接打字，也可以请他补充。最后再完善一下我们的排版，选取文字，可以改变成粗体、斜体或是标题大小。再来，我们请他完成目录大纲。到这边为止，没什么问题。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错误尝试，流程不用记得太清楚，只要记得这些功能就好。但也不要跳过这段，看完影片，你才不会跟我一样犯相同的错误。先有错误的尝试，才能归纳出一个好的逻辑和方法。接着，我们用每一章下面的叙述来玩玩看，调整内容的长度及难易度，然后将每章下面新增3小节，再根据每一小节的标题开始写故事内容。结果怎么这么短呢？因为我们之前在测试长度时，最后是调整到最短，所以它后面的生成会比照这个长度。那我只好再把长度调整成最长的。文章长度跟难易度的调整，可以整个画布的内容一起调整，也可以只选取局部做调整就好。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调整，可以点选这里，回到上一个版本。接着，我们请它从序开始写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它开始乱掉了？我们先跳出画布，再下一次指令，它会自动打开画布，但这次就比较正常一点。我们先以这张作为范例，来看 AI 如何帮助我们提升写作的品质。在建议编辑这里点2下，它就会自动标注一些句子，
打开旁边这个对话气泡框，它会给我们写作上的修改建议，按下确认，它就会自动修改。如果你不想使用它的建议，将对话气泡框直接关掉就好。但是这边它又乱掉了，所以我将章节目录的部分全部删除，让它再重新写一遍。这次我就不动它写好的目录章节，我让它直接开始写序，就正常许多。然后依照他给的写作建议，完善整篇文章，最后再做润饰，这样就 OK 了。他每次修改完都会有说明，想要练习写作的同学也可以善用这个工具。有时候他的建议不一定是对的，或是最好的，但重点是可以刺激我们思考。就像有时候脑袋混沌不清，找个人说一说，在叙述的过程中，自己就想通了。这个过程只是在帮助自己厘清思绪而已，答案其实早就在自己心里。所以当别人找我们说话时，不用太急着提供任何建议，他有时候只是想说说而已，并没有想要听你的任何建议。好，扯太远了，回来我们的写作。接着，请他写出分镜跟旁白，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事？对，没错，自动出现第二个画布，跳出画布，我们可以看到右上角这里的画布数量出现2，开启画布之后，可以看到有2个档名。接着，回到画布继续写第一章，依照刚刚的方法修改及润饰，再接着写第一章的分镜、旁白跟对话。接下来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写着写着，前面写过的资料就不见了。当然，透过对话跟 AI 沟通，它会帮你补回去，但是，难道要一直重复做这件事情吗？不，当然不。我用 AI 就是不想做重复的事，结果现在却要我做重复的事情，怎么可能会接受呢？接下来就要认真听咯，睡着的同学赶快起床。我开始尝试新的方式，请他把序章的故事内容独立成一个画布，真的可以做到。再把序章的分镜独立成一个画布也没问题。接着把第一章的故事及分镜也分别独立成一个画布，然后退出画布。这里可以看到有6个画布，意思就是我们将内容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画布时，原始画布的内容还是存在的，除非我们手动删除里面的内容。它这边目前没有删除画布的功能，也没有变更画布名称的功能。我刚刚只有请它独立成一个画布，所以它就自己命名。每个章节自己独立一个画布，寻找资料时一目了然。想要修改哪一个章节，就点进那个画布，资料是不是就变得很好管理了呢？看到这里，还不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？全网还没有看到其他人讲这个部分，应该是因为他们都没有想要用它来写长篇连载小说吧？这个功能对于做行销企划文案管理的人，应该也是很有帮助的。画布一旦建立后，目前是无法变更名称。如果我们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命名，要怎么做呢？如果你是在已建立的画布里面，请它重新命名，它只会出现在这里。目前最好的做法，就是一开始开启画布，或请它独立成一个画布时，在当下就要指定名称，像这样。除此之外，你还可以要求它复制某某画布，另外独立一个画布，并将画布名称命名为叉叉叉，然后开启这个新画布，再用 AI 扩写、缩写，或是修改成适合不同年龄层的读物，或是用其他口吻改写，这样就可以将写好的一部小说，同时改写成适合各种观众或不同用途的版本，立马将市场扩大好几倍。好，我们来复习一下前面讲过的功能。它可以自动提供写作建议，提升内容的流畅度、生动性、丰富性以及语句的正确性，提升内容的整体品质。它可以调整内容的长度，扩写或缩写，以适应不同平台的需求。它可以调整内容的难易度，同样的内容可以讲得通俗易懂，也可以充满专业氛围，让不同年龄层的人都能听懂，将一部作品划为多个市场。还可以自动润饰，以及加入 emoji 表情符号，增加情感表达。可以整段修改，也可以局部修改。可以叫 AI 改，也可以自己手动修改，随时补充内容，记录灵感，或是记录观众反应，作为下次创作的参考。可以标注重点，像是跟角色情感、镜头远近或运镜方式有关的词汇，都可以透过标注提醒自己，将来生成图片或影片时才不会遗漏。可以制作标题，可以建立新画布，并自定名称，可以复制画布，自由改写。最后，还有一个功能，就是可以用滑鼠选取内容，直接拖译、重组段落。在写作方面的应用，开启画布功能唯一的缺点，就是只能朗读对话中的内容，不能朗读 Canvas 中的内容。我之前用它写长篇小说时，每次写完都是直接开来听，边听边做其他事情，从观众的角度感受一下，甚至可以录下声音，就不用整篇再用文字转语音的工具转一次，只要转特定对话的部分就好。
将来如果都要收费时，成本可以再省一点。有一好就没两好，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斟酌是否要开启画布功能。这是文字的部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图片生成的部分。首先，打开主要角色的画布，准备生成每个主角的样子。如果提示词没写清楚，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。我们换个方式跟 AI 沟通，就可以将每个主角依照描述生成图片。再打开序章分镜的画布，根据前面写好的提示词，生成每个分镜。我们先测试看看，如果没有特别说要参考主要角色画布里的描述，它是否会去抓取？看起来还是需要特别要求，效果才会比较好。生出来的图片，如果有错误的地方，用之前这集教过的方法修改。像这张图的问题比较小，我们就用笔刷选取，做局部修改就可以了。另外要注意，如果分镜里面挤了太多人，生出来的图就会变成这样，这时候就要将分镜再拆细一点。图片生成会出现在对话框里，不会在画布里。打开画布功能，可以两边对照着看，只是这次测试，它还是一张一张生成，不让我一次生成多张图片。大家先准备好自己的故事脚本，下一次我们要回来讲用 AI 创作漫画的新工具咯。今天分享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是不是很简单呢？赶快去试试看吧！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让我们一起站在 AI 这个巨人的肩膀上，看得更高更远吧。